据韩联社报道，继驻日美军摔了一架 V-22鱼鹰轻转旋翼运输直升机，造成8人死亡的惨剧后，驻韩美军也摔飞机了。事发地点在韩国全罗北道群山市西海岸的群山空军基地，这是驻韩美军第2大空军基地。因为该基地直面黄海，美军在这里部署了包括无人机攻击中队在内的大批兵力。这架坠毁的 F-16 战斗机本来是照常参加训练，但起飞后不久就坠毁在基地附近海域，飞行员紧急逃生，据悉已获救。驻韩美军正调查事发经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美军坠海军机有接近中国边境的行为。在一份新闻稿中显示，周一上午8点43分，这架飞机从首尔以南178公里的群山空军基地起飞，在飞越黄海上空时遇到了空情事故，飞行员弹射逃生，并在海上被韩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救起。一架韩国空军的直升机将美军飞行员运回群山基地，飞行员已清醒，情况稳定。目前美军和韩军官方均未对外界的质疑做出任何正面回应，也拒绝证实此次事故是否真实发生，但有评论认为，坠海的战机很可能来自美军第8战斗机联队下属的第35中队或第80中队，这2支中队都装备了同款的 F-16CD 战斗机，并且都驻扎在群山基地内。群山空军基地位于韩国西海岸，实际上是一个平原基地，海拔不到10米，地势较为平坦，因此适合部署空中力量。这座基地面积大约 8.7 平方公里，拥有超过2700米的跑道，基地部署了几千美军士兵，而且有36架 F-16 战机常驻。群山空军基地也是美在半岛地区唯一部署有攻击无人机中队的基地。美军的12架灰鹰无人机中队就部署在这里，所以该基地也被视为驻韩美军的东北亚尖矛。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全和奎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这起事件表示，美军应该在采取必要措施，韩国也会提供必要支援，将于确认后公布细节。鱼鹰坠机之后，相比日本方面的着急上火，要求立即停飞，美国人似乎有点见怪不怪了，拖延了1周才停飞。毕竟这也不是鱼鹰第一次坠毁，鱼鹰在1989年首飞后，在研制试飞阶段就发生了多次严重飞行事故，导致多人死亡。去年3月至今，分别在挪威、澳大利亚、美国本土和日本就坠毁4架，9月份在日本还有一次紧急迫降。该机型可靠性和安全性饱受诟病。相比之下，驻韩美军更钟爱摔 F-16 战斗机。群山空军基地部署驻韩美国空军第7航空队第8战斗机联队所属的 F-16 战斗机，同一支部队5月也曾发生 F-16 战斗机在飞行训练中坠落京畿道平泽市农地的意外，该机机身几乎完全烧毁，当时飞行员紧急逃生，未对民众造成危害。F-16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服役，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一共生产了4700多架，在世界各地坠毁超过700架。作为一款老飞机，在设计方面确实存在缺陷。F-16 仍是单发设计的3代机，出勤率又高，加上行销全球，各国飞行环境和飞行员训练水平也不尽相同，高衰率也不奇怪。2022年11月，一架韩国空军的 KF-16C 战斗机在执行任务时也因发动机异常坠毁。该事件导致韩国空军停飞了除用于紧急和监视任务的飞机外的所有 KF-16 战斗机。除了驻韩美军拥有 F-16 战斗机外，韩国空军也拥有大约150架左右的 KF-16 战斗机，这是韩国空军的骨干力量。根据2016年韩国空军与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的价值12亿美元的协议，其中的134架 KF-16 战斗机按照 Block 70的标准进行了现代化改造。
事实上，由于韩国地域狭窄，空军战机进行训练，为了避开人口密集的城市和乡村，不得不进入近海上空活动，因此一旦出现故障，就只有坠海的份。当然，好处是不用考虑地面状况，飞行员一般会选择跳伞逃生，而不会在地面上空还需要考虑是不是迫降的问题。为了能够在海上成功获救，驻韩美军或者是韩国空军的飞行员一般都会携带海上救生装备，而近海的韩国海军或者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会提前部署在训练海域附近，方便救援。这架 F-16 在早上9点左右事发之时，解放军也正在黄海开展日常练兵活动。大连海事局发布信息显示，从11日上午10时开始，黄海北部某海域启动实弹射击，此次训练会持续到15日当天12时左右。也就是说，解放军正准备开始练兵之时，美军战机就在同一海域抢先给摔了。由于群山空军基地就在黄海边上，处于韩国西海岸，所以辉鹰和 F-16 部署在这里，恐怕不是单纯面向半岛局势而已。作为参考，韩国群山市到中国山东威海的距离大约就是400多公里。这个距离很明显 F-16 战斗机可以到达，而辉鹰也可以到达，所以解放军定期在渤海、黄海区域展开军演活动是有必要的，这对于保护我们的主权安全而言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次解放军练兵黄海，美军 F-16 战斗机刚好当着解放军的面摔了，这样的事情也许只是巧合而已。考虑到美军机坠海的时间恰好与中国展开实弹演习大致重合，再加上群山基地周围空域也位于黄海北部海域范围内，因此有一些有趣的说法认为，是解放军的实弹演习把美军机吓到坠海，甚至有人认为是美军机来窥探中国演习，结果被解放军当场击落。这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解放军在公海击落美军战斗机，无异于直接向美国宣战，而当前美国的反应明显证实美军也认为这只是一个巧合，是一起飞行安全事故。那有没有可能是误击？可能性也很小。一方面，黄海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军事力量部署区域距离最近的地区，也是中美传统的安全区，中美双方都划定了相关的禁飞区，以避免在黄海发生直接的对峙和冲突，更是极少派遣军事力量到黄海中心区域去耀武扬威，以免真的导致冲突发生。另一方面，黄海上空是中立空域，而许多国家都极少在空中交通繁忙的中立空域展开防空系统实弹演习，如果打下来的不是靶机，而是一架路过的客机，那可就不得了了。当然，随着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恶化，黄海的相对和平也变得不再稳定。尤其是今年9月，美国还派遣美国号2栖攻击舰和加拿大与韩国海军一道在黄海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这也是10年来美军首次在黄海举行大型军演。因此不难看出，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确实正在开始以更积极的军事活动来挤压中国在周边海空域的活动空间，这无形中也导致中美有可能发生更进一步的摩擦。但是今年中美领导人多次间接和直接对话的成果，也证明中美之间确实在管控冲突风险上有着明确的共同利益和迫切需求，中美双方都很清楚不能擦枪走火，这极大地降低了中美发生事实上的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或许美国未来有可能会派遣更多军机到中国周边监视、跟踪中国的军事活动，但中美之间因此发生冲突或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很低。